万圣节啊，主要还是希望陌生人之间更多的去表达善意。各位好，我是 Spike，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万圣节。因为我呢刚在北美生活不超过2年，也就1年出一点头吧，所以过了2次万圣节，而且这2次万圣节呢还是在2个不同的城市啊，不同省的不同的2个城市。我是在刚刚登陆加拿大的时候呢，是在就是说草原山3个省嘛，就是加拿大中部的那3个省，其中一个省的一个小城市，然后登陆的。那应该是也靠近年底了，所以万圣节呢也是我刚刚来到这里的第一个举国范围内的一个比较大型的节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作为一个初来乍到啊，可能有2-3个月这样的一个外来的人嘛，那对于这个万圣节呢，虽然说在国内也是在大城市生活，你说万圣节是个啥啊？不至于问出这样的问题，但万圣节是个啥？我们今天不是要来聊万圣节的历史啊，我也聊不清楚。但是对于万圣节的印象和概念，它的这个大方向是对的啊。比如说大家要化妆啊，大家要出来走动一下，这个是在国内啊我们能知道或者甚至能看到一些的现象。那在电影电视节目上面啊，我是说像特别是欧美的影视剧作品，原来在国内的时候也看到过啊，知道万圣节是要有化妆，然后特别是小孩子的一个场景就是 trick or treat， 就是不给糖就捣蛋啊，小孩子都会挨家挨户的敲门，然后大家就会给糖啊，如果不给糖呢，小孩子就会捣蛋，也听说过。但是像这样的不给糖就捣蛋的风俗啊，其实在国内是完全没有的。国内就是一个就像 cosplay 啊，就是 cosplay 啥意思呢？就是扮演一些，我个人理解啊，没查过字典，我的理解 cosplay 就是扮演一些动画片里的角色，这个是最一开始产生这个词的我的最初印象，就是很多就是动漫嘛，喜欢动漫的人。大家看到很多动画片里面的人物角色啊，像什么这个我也不是动漫爱好者了，但是比如说像七龙珠啊这种是吧？啊，奥特曼啊这种也算吧，就是真人扮演成那样去参加一些展览，比如像 ChinaJoy 这种动漫展，里面就全都是 cosplay。那这个词呢，到了万圣节到国内呢，也就沿用下来，大家可能就装扮就不只局限于动漫的人物，那就是凭你的想象力了，什么都可以啊。那但是要糖这个环节是没有的。那对于我来讲呢，身在国外啊，身在北美地区，这个有万圣节传统的地区，这个要糖这件，特别是我又有2个孩子，是吧？带着2个孩子，所以要糖这件事情，其实对我的触动和感受，反而是比那种 cosplay 啊、化妆啊更来的震撼一些。先跟大家去讲述一下我当时第一次在北美过这个万圣节的心路历程吧。知道节日快来了，因为你看到挨家挨户的门口的装扮全都出来了啊。这边提一下，如果大家想看我拍的一些照片，因为一个帖子只能放5张照片，这个是 YouTube 的一个规定，我也没办法打破。其中2张照片呢，是我今年自己雕刻的南瓜，那我也把这2个南瓜呢放在了我的滴滴屏幕下方，这2个南瓜就是今年我雕刻的啊，放在我们家门口。然后还有3张照片，就是我拍摄的，我带着孩子去要糖的时候，的3家人的装扮。我觉得有一些还是挺有创意的，甚至有一些还是挺吓人的，有点吓人的，有一些就是你看我刚刚登陆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我的邻居啊，就是街道2旁啊，大家都装扮出来了。那我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节日到来嘛，我也知道，那是不是我这2个孩子也要去别人家去要糖去啊？那如果按照我这个人比较内向的性格呢，其实
我会自我安慰一下，我会觉得，我们初来驾到是吧？对这个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也不太懂，我也不太好意思说让我们家孩子去药堂，而且这药堂有没有什么礼仪要讲啊，是吧？有没有一些什么讲究啊？这些咱啥都不知道，别到时候破坏人家的规矩，是吧？当然这个是属于自我安慰了。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性格比较内向，不太想出去跟人交流，所以如果要我的话，我就蔫不悄闷在家里了，然后在家里呢偷偷的去看一看啊，就隔壁邻居的小孩都是怎么过圣诞节的，然后到明年我再像模像样的去模仿一下，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但其实我非常感谢，也非常感恩我老婆啊，因为有她在，然后她就真的就是像啥都知道，就像当地人一样开始张罗了啊！我们要给孩子买衣服呀，就是因为这个万圣节的超市里面会有卖这个小孩子的装扮的各种各样的服装，什么装成马里奥啊，装成 Minecraft 的方块啊，然后装成一个骷髅啊，像今年我们家就买了一身骷髅，然后装成警察呀，装成各种各样，就是这种衣服啊，你也可以就是趁打折的时候买，就比如说临近节日了，这个跟中国买鞭炮是一样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去年，就是我老婆在张罗，然后她在张罗买糖，然后既然她说要买嘛，我也不好说不买啊，但是我就半信半疑的跟着她，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然后该买的也差不多算买了吧，然后糖呢也准备了一些，然后家里边的那些一些装饰也比较简单。我还记得第一年我们就在家里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窗户上贴了一个大蜘蛛网啊，上面有个大蜘蛛，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贴纸什么的，就非常简单的一些，也没钱买那么多的嘛。然后我当时就半信半疑，我说咋了？这你还真的打算让2个孩子去要去？然后还给一个孩子，我老婆还给一个孩子买了一个小桶，然后说当时你们就穿着这个服装拿着桶去要糖。这个我真的是就跟着他屁股后面啊，就是要我来讲，我真的是没有这个胆量跟自信，说是刚来两三个月就跟人家当地人一样，就这么凑这个节目。我就想着敲了门人家不给，或者你知道吧，会有这种想法。然后到了万圣节当天，就是因为我老婆主要是搞外交嘛。他就得到消息说我们当地有一个大商场，当天是有活动的，商场这些商户呢会给糖。那这个一下子就给我的心理防线降低了很多了。我说那就好一点了，因为我一直觉得要得到嘛，这东西谁会给你就敲谁家门呢，是吧？这个心理压力对我来说还是蛮大的。然后就去商场啊，商场可以看。然后我们一家4口就到商场去，大人没有装扮，2个小孩子呢就是稍微装扮了一下，拎2个糖就进商场了。那这个进到商场之后，我就觉得，逐渐的就你知道，就你在那个氛围里面嘛，因为你进到商场一看，全是装扮的啊，甚至我们算是不那么装扮的不那么好的，人家就是全家人都装扮，大人小孩都装扮。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也是一家人，好像也是一家4口吧。这个爸爸呢，小孩装扮什么我忘了，这2个大人印象太深刻了。爸爸呢就装扮成了一个狗，就是一个狗，然后还脖子上套了一个狗环，然后狗环上拉这条铁链子，当然不是真的铁链子啊，就是塑料装那种铁链子。然后妈妈呢就装成那个狗主人，然后就是拎着那个狗，然后他们还演得很像，那个爸爸就像狗一样，然后就看他主人一下，然后他妈妈就拎一下那种，就这样跟着走，当时给我笑死了。我就说哇，你这个太有创意了，是吧？所以你看，像我这种性格，我2次过万圣节我也没有装扮。然后我今年才跟我老婆商量说，要不明年我们从淘宝上买点什么衣服寄过来。我说咱装成啥呢？装成皇上，这个外国人也好像不太明白你的用意啊，是吧？我才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当时其实在这个商场里面，2个小孩子就跟着这些一家一家的大部队，是吧？就去要糖去了。然后看哪边有小孩子进去了，我就跟小孩子快去，他就去了。然后在商场里面，他们买这么大的小桶嘛，基本上就是快要满了啊！就你别小看，就刚一开始要的时候，到一家商户嘚儿1个糖下去
然后就是一个一个就是跟就滴水穿石这种感觉。但你别在意桶里的糖的话，你就是像大家去玩一样的带着他们去溜，哪里有人凑热闹我们就去啊，就是各种小孩装成各种各样的样子，你也去要着低头一看，哟，桶底儿看不见了啊，再要着低头一看，哟，半桶了。等你打算走的时候呢，这桶就快装满了。然后商场这个环节结束了之后，我们就回到家，其实天就开始蒙蒙黑了。然后到家之后呢，才发现说，在自己的社区里面随处可见，就是有小孩子，有零零星星的，也有排着队的，也有大人带着出来的，就挨家挨户去要糖，也都要到了。然后我们家孩子就跟着他们屁股后面，我就看谁去了，你也去啊。刚一开始嘛是这样子的，然后后来我就跟我老婆商量，我就说他怎么知道？难道每家都给糖吗？也不见得是吧？怎么知道我敲谁家门呢？后来就发现就是，这家有万圣节的装扮了。然后他的，因为像北美这种房子啊，公寓我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房子，它的这个入户的正门的外面，它一定会有一盏灯的。那个灯呢，像中国人的习惯，一般都是不开的。但是在万圣节这一天呢，如果你不打算跟大家一起过万圣节，或者说你家里也没人，或者有人你也不想让人打扰你，你这个外面的灯就别开，就门外面的这个灯你就别开。那一般来讲，门外的这个灯只要开着，然后你家里呢又装扮了，贴了贴纸啊，让人一看，哪怕你再简单啊，这2条只要满足，你就可以去敲门要糖，基本上这家人就是准备了。而在头一年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就去要，其实还要了蛮多的，就是后来这个桶就已经装的满满登登的，装不下了，对吧？就是已经就是有个小山尖就冒出来了。所以这经过第1年呢，就知道万圣节是怎么玩的了。那今年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搬家了嘛，换了一个城市，还是草原省啊，就是隔壁省。然后这个城市呢，就算是在加拿大来算是属于你可以把它叫大城市了啊，但是跟中国比呢，就是2、3线城市可能都比不过这种感觉。那想着大城市嘛，可能比这个小城市玩得更热闹一点啊，但其实看来呢，不能说不是，但是也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的事。首先商场要糖还是有的，那当然我们没有去最大的那个商场，因为在小城市嘛，你选择也少，你去商场商场就那一个，你去就完了，是吧？那你这大城市就好几个商场，东边、南边、西边、北边，对吧？都有。那我们就没有去最大最有名的那个，我就想着就近，因为你带着2个孩子，他们体力也有限嘛，那就近。那就想着去看一看，可是这一就近呢，这个商场呢，第一呢比较小，比那个小城市的去年我们那个小城市的商场还要小一点，啊，而且呢，就是这个商场呢，它就不是每一个商户都给你发糖，那有一半的商户呢就不发，上面直接写着，对不起，没有糖，就不发了。但是商场可能举办了一些，那就是去年的那个小城市的商场也有商户不参加，但是零零星星的。绝大部分都是参加的，但是这里呢有一半数的都是不参加的，而且这个大城市呢，这个商场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参加发糖的商户要糖要排队，而且很多这个要糖的队伍去拉起那个排队的线，你知道，就是像模像样的排队。我就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夸张啊！我第一眼看到还是觉得有点夸张。去年在小城市的商场，再怎么说吧，有没有排队？有，那也就是捎带着排一排，就那么3、4个小孩在那儿，大家就是人流一直在涌动而已，不至于说某一个商户前面排队。这家伙真的是排队啊，在这边啊，就是可能有一半的商户要糖，一半商户不要，要的那一半呢，就是可能过一会儿就排一下队，过一会儿就排，不是一直排，可能要排起来就排起来了，没有就没有。然后要下来之后呢，发现反正地方商场也小，然后有一半的商户又不参加，这个商场转下来呢，就要了1/3桶糖，因为我们桶没换，还是去年那俩桶，比较穷嘛，1块钱一个桶，1块钱加币，就5块钱人民币一个小桶，而且是打折的时候买的，然后就只要了1/3。然后据说就走了之后呢，就是据说某一个汉堡店是今天免费送小孩子汉堡，那我们就近找了一个，结果排大长队啊。以加拿大这边的效率呢，我看了一下时间，想想这种长队咱们就别去凑热闹了吧，然后就走了啊，就想着要不到这个社区去要一要糖。
那我们住的这个社区呢，因为比较偏，那在这个过节之前啊，我们就在留意看谁家装扮了，是吧？就零零星星的，觉得也不多，跟那个原来那个小城市相比呢，好像还没有那边好。那我就想，是不是我们这个社区其实要不到糖了？然后还是我老婆作为外交的这个手段就用上了啊。她发现说我们在附近的某一个社区，说是这个节日气氛特别浓，我们去那儿，正好跟那个商场也有点近啊。之后我们从商场去汉堡店，汉堡店发现排队，然后我们就去到那个社区。哎，结果果然就是它旁边那个社区基本上就是没人装扮，也没人去要糖，就是跟正常的就没过节是完全一样的。但只有那一个社区的那一条街道以及那条街道的两边，就是装扮的特别好，而且每一家基本上都拉那个黄色的警戒线，不是警察用那种啊，就很细，一个手指细，就那警戒线，因为怕人太多，就是他那一条街道两边都是房子，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每一家都有装扮，每一家基本上都给糖。那我们去的因为还是早了一点，所以有一些家呢，因为可能大人要上班，所以就写着现在没有糖，要等到比如说6点半以后，或者是7点半以后，才会有糖，就是这样。但他们装扮的真的很好，我拍的那3张照片，我发出来的就是那个社区的，不是我们社区的装扮，是那个社区的。然后就是把车停到中间，你就从这条街道，那街道不长嘛，从这边走过去，然后穿过马路，从那边走过来，这个桶就装不下了。也就是在那边，我们就说拿个购物袋，然后把这个桶先倒出一半糖去，然后再去这个社区去要，然后又转了一圈，这一半桶又装满了，然后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没有预期到我们自己的社区会能要到什么糖，因为就那么一个手能数清楚的是比较大的装扮啊。然后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到了我们自己社区之后，就发现，哎，我们自己社区的这个道路上，你就随处可见也有装扮的各种各样的大人跟小孩在，到处去要，就觉得，哎，还行，啊，那最后就也在我们自己社区走了走。而且我发现，最后到我们自己社区之后，我们这个社区呢，虽然大概只有个3-4成的家庭有发糖、有准备、有装扮，但是呢，每一家给的都比较多。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家邻居的邻居，那家是一个，开门的人是一个老大爷，但是一个，我说老大爷，你别想国内那种老大爷啊，他是那种就是叫神父啊，还是或者叫牧师，就是因为我不信教嘛，就是教堂里面，项链上挂个十字架的，穿着那种衣服，就是电影里看到教堂里面那种，那叫神父吧，还是叫什么？就是那种开个门，然后他给糖，他不是给一粒糖，他是给一个纸袋，就大概有一巴掌这么大，比我这个巴掌还要大，给一个纸袋，袋子里装的好多糖啊，他们都是这样给，就一袋一袋的给。那我就觉得，原来我们这个社区还是可以的，虽然参加的比例不高，但是大家但凡参加还是蛮慷慨的。然后特别是我家那个比较小的孩子，他因为爱吃糖，然后去年万圣节过完了就一直说咱们再去要，咱们再去要，因为比较小嘛，他也不太明白这个过节日的概念。那我就说明年，今年终于等到了，然后他就老早每天送他上幼儿园，出门就在看，哦，这家有大骷髅，那家有装扮，他就记住了。然后他不管多晚，到了昨天当天，他就记得说，我一定要去那家啊，那家我还没要呢，因为他盯了好几天了，一定要去。然后就在我们自己社区，就一定要把他记住的那几家都跑到。那其实最终他的这个糖要的是最多的啊，这真的是可能有2桶都装不下了，这今年啊。所以这么看的话呢，其实大城市呢还是不一样啊，因为你收获不一样嘛。但其实要说节日的氛围给在这个城市当中每一个人的平均感受啊，那我还是觉得小城市在这方面所谓的节日气氛更浓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反而喜欢小城市，就是因为小城市它所谓的这种人情味更浓重一些啊。那你就能感受到。但其实到大城市呢，它的包容性更大，就是你再大的节日，我也有这些人是不参加的，再小众的需求，我也有这批人是喜欢的。
这个也是我喜欢大城市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包容性、开放性和海纳百川。我觉得如果一个大城市它没有这种特质的话，其他的你说高楼大厦再多，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城市。大城市就是要包容，就是要包罗万象。你再奇装异服，我也允许啊；你再这个不一样的言论，我也允许；你再怎么样的一种这种爱好，我也能包容。就只要你不影响到别人嘛。所以其实我们搬到这个大城市来之后呢，你看有个很简单的案例给大家分享。在原来小城市的时候，你但凡去公园散散步，见到迎面走过来10个人里面，有9个人都会跟你打招呼。主动打招呼。但是到大城市之后呢，你就别说逛公园，就在我们社区，就互相大家都是一个社区的邻居，送小孩子上学放学，迎面走过来的家长，10个人里面只有3个会跟你打招呼。你包括有的时候你给对方打招呼，对方都不理你啊，也是有这种情况的。这个话题我们可能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以后再聊。我也有自己一些想说的东西。今天我们主要聊这个万圣节啊。所以万圣节在大城市，虽然我们要糖要的多了，但是你就会发现，你走对了地方，你要的糖就多。但是如果你正好住在那个不想过节日的社区，你就会感觉今天跟往常没有任何的差别，你甚至都看不到装扮的小孩子。就是他这种感觉就特别浓厚。就是你一定要在大城市，我就觉得你得会做选择，你得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你同时就知道这个城市当中哪个地方或者哪一个机构哪一个社区能够满足你的这种需求，那你只有知道这个才行。那我相信那个万圣节扮演的比较，就是我说的那个扮演的非常专业的那条街那个社区，我相信他平时也是很冷清的，就是一个正常的社区。但是今天当我们去到的时候，它两边的停车位都是满的，马路旁全是停满了车的，这人行道旁边就是这个北美这边都是靠边停车嘛，就那一条路的两边停满了车，你找不到车位了，去的晚了。我们去的也是正好有一辆车走了，凭运气插进去，才停到了那个路边。那平时就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跟大家分享万圣节，一方面也是分享一下这个在北美地区这个大城市跟小城市从一个角度看去的一些差别吧，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吧。那说回万圣节，其实我从一个外来人啊，从一个外乡人，带有这种内向且忐忑的心理，然后到我过了，在我老婆的拉动下啊，我被动的过了第1年的万圣节，然后到今年的第2年的万圣节过完了之后，这2年加到一起，其中虽然搬了家，换了城市，有不一样的一些体验，但是总体看来，我觉得万圣节这个节日在国外啊，在加拿大最起码，我去过的这2个城市，给我最大的内心的震撼，就是我开篇跟大家分享的那句话，就是通过这个节日，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得到的最大的收获是，我感受到了陌生人之间的善意。那就拿我们自己的社区来讲，我的邻居的邻居，我们整个这些社区的这几户人家，可能在平时过程当中，我们也没有去拜访过。我知道你们因为我在出国之前，在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我也看到过，好像北美有这个习惯，搬到一个新的社区，邻居要去拜访一下。但是很抱歉，我们家没有，各方面的原因，哪怕就是真正的隔壁家，我们也没有好意思，或者没有到处空，或者没有这个意识，甚至你可以说没有这个勇气去拜访啊。就大城市人情冷漠嘛，所以说就各顾各的，也就还好。那个中国人怎么都行是吧？啊，但是呢，借由这个万圣节这一天，你就会发现，当然他那个不过节日的那个抛出在外了啊，但凡开了灯的啊，装扮了的，带着小孩子去了的，不管什么人来开门，什么人来给糖，有一些是开门之后小孩子给糖，因为我们家也装扮了，我们家也给糖。后来我还跟老婆说，我跟我老婆说，我们别再要了，早点回去吧。最后你知道，是我老婆和一个大的那个孩子在家给别的小朋友发糖，然后我呢带着我们家比较小那个孩子，因为他心里心心念念惦记着呀，我带着他到别人家要糖，就是这样。因为你太晚了，就没有人来要了嘛。这边基本上超过8点以后就没有人要糖了。我们昨天是等到了9点，没有人敲门了才收的，所以你也要给别人嘛。就是
这种陌生人之间的互动会根据这样的一个契机去变得特别的温暖。你知道，就是因为加拿大是有一个规则，是12岁以下的小孩子你是不可以让他自己一个人单独做任何事情的。12岁之前，他的身边要24小时有大人的。那这种情况下，像我们家那个比较小的，他去药堂，我就想锻炼一下他的勇气，我就跟他说，这个上门去药堂只有小孩子都才能去的，你看人家都是小孩子去，我在门口，就是在那个马路边等你，你去走过去，自己按门铃，自己药堂。然后与此同时，我有一种担心，我就会觉得，人家一开门一看，哎，怎么只有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子，也没有大人，是吧？因为毕竟这边的法律规定，这么小不能，那就是我会正对着他们家的门，就在马路旁边站着，保持一个目光能看到，然后小孩子过去敲门。那很多时候，大人给完我们家小孩子钱，那个叫糖之后呢，不是钱啊，糖之后呢，然后就会抬头看一下，然后就看到我在旁边站着。这个时候我会远远的跟他招招手，说一下谢谢。有的时候听不到声音，就是嘴型能够看得到，大家就互相挥手示意。我觉得就这一个时刻就会让我非常的感动。包括我跟大家聊到这一点之后，我的内心也是非常温暖的。就完全不认识，但是就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就表现出来的这种善意，我觉得就让我觉得，就这个节日的核心就在这儿。我个人认为，我也懒得去查为什么会有这个节日，怎么只传到，就是我也懒得查了啊。但是我觉得我体验到这个就足够了。就包括我老婆在家给其他的小朋友发糖的时候，有蛮多的小朋友过来就会跟我家里人说，就是我喜欢你家里的装扮。就是我自己刻那个南瓜，我跟我老婆商量怎么去摆那个彩灯，这个东西放在那。虽然我们家的装扮比较少吧，但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你看我这边，你看我这2个南瓜的这个，它是有面部表情的，你知道吗？一个抬头，一个低头。我里面也是放了彩灯的，虽然我没有蜡烛，但是我们有剩的那个圣诞节在圣诞树上绕的那个彩灯，我是想办法把它放在里面，然后楼梯也是亮的，就是还是有一点心思的。那这个药堂的来我们家药堂的孩子也会向我们表达这种善意，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受用的一点。虽然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不太善于和喜欢去跟陌生人交流，但是就像我做节目一样，你们每一个就是温暖的评论，你们每一个提问的问题，还有我们有一些留言跟评论是一来一回有很多交流的，这种都是大家互相之间的善意。那我觉得我对于这个东西是非常的重视，也非常的受用的啊。所以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各位能够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最近2天由于过节各方面，我的日历安排上面的常规发节目的这个日程也就会被打断。但我相信我的老用户也已经习惯了这种变化，是吧？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啊。所以在录制一些科技节目之前，正好趁着我这里的时间是昨天晚上刚刚过了万圣节，那我录这期节目呢是第2天的中午，我录完之后呢就第一时间把它发上去。那至于HDR 的效果以及字幕以及封面，你们就稍等一等啊。想抢先看的各位啊，就是还是先这样吧，等我过2天有空了，欠的封面欠的字幕我再慢慢补吧。好，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让我们下期再见。